老实说，你这辈子听过最瞎的贬值理由是什么？在2026年最新韩剧《蜜恋姬河》中，我们的男主角竟然因为抓奸不力被踢到了垃圾部门，老板帮你付薪水，还要你顺便帮忙监视员工私生活。这部标榜29禁的职场大戏刚开播就让全网疯掉。今天老头 Z 就要来带大家看看，这部剧到底是真的有料，还是只是在卖肉？赶快订阅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喷。我们先来对一下时间轴，这部剧在4月25号在热腾腾在 TVN 开播，由 Studio Dragon 制作，目前在 HBO Max 也能看到。老头 Z 看了这么多年的韩剧，这种把办公室恋情当成贪污腐败来稽查的题材，还真的是第一次见。第一集收视率虽然平稳，但到了第二集竟然直接翻倍，口碑发酵的速度简直比公司群组传八卦还要快。为什么这部剧会突然爆红？除了那个听起来就很色气的29禁标签之外，它最聪明的地方在于抓住了现代职场人的集体焦虑。你想想，在办公室谈个恋爱，竟然要被监察部盯着看，还美其名曰维护公司风气，这种既荒谬又写实的设定，真的会让人边看边骂，边骂又忍不住一直往下看。而且剧本节奏飞快，第一集就直接把抓奸现场给端上来，完全不跟你在那边慢慢铺陈。演员阵容更是这部剧的灵魂。首先是申惠善演的那个监察市长朱仁雅，我的天啊，他那个疯子市长的气场真的不是盖的，明明是一张漂亮脸蛋儿，但盯着你看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收据没报销，或者是私底下传了老板坏话。申惠善把那种工作狂的偏执，还有那种对人性的极度不信任演得入木三分。老头 Z 看到他出场，背脊都有点发凉啊。然后是孔明演的卢基准，他这次演一个从精英部门被踢到监察3组的衰鬼。孔明那张看起来就很无辜，很想让人欺负的脸，跟申惠善搭在一起简直是绝配。他在剧中那种为了复仇我一定要搞垮你的憨厚与执着，为这部紧凑的剧增添了不少笑料。看他被市长整得团团转，那种摔到深处自然萌的演技，真的让老头 Z 我差点在荧幕前笑出声。别忘了还有金财玉，他演的那个财阀副会长，真的是把禁欲系3个字写在脸上了。他在剧中那种似有若无的威压感，还有跟秘书之间那种张力十足的互动，真的会让不少观众在心里尖叫。第一章我们先铺垫到这儿，接下来老头 Z 要带你深入看看这对抓奸搭档是怎么在海雾集团大闹天宫的，还有那个所谓的29禁到底在玩什么把戏。这部剧最绝的就是他那个办公室恋情监测系统，你以为只是主管在茶水间偷听？不，人家稽核部是认真的，从监视器画面分析、门禁卡刷卡记录，甚至到员工的社群账号互动，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抓奸演算法。老头 Z 看到这儿，真的觉得现在当个社畜也太惨了吧，谈个恋爱像是在躲情报特工一样。这种高压下的张力，正是这部剧让人欲罢不能的关键。但申惠善演的朱仁雅为什么要对抓奸这么执着？随着剧情推进，你会发现他不只是个冷血机器，他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关于办公室恋情导致悲剧的过去。他那种极致的防备心，其实是来自于对企业体制的深度恐惧。申惠善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能在那张面无表情的冷酷面具下，偶尔露出一丝让人心疼的脆弱。这种层次感，真的让这个反派型女主变得非常有魅力。再来说说这对抓奸搭档的化学反应。孔明演的卢基准一开始是真的恨死这个市长了，毕竟他被贬值就是因为朱仁雅的一份报告。但当两个人被迫要一起去抓捕那些高层不伦的时候，那种从互相伤害到被迫合作的张力真的是太好看了。孔明那种憨厚的小狗眼神，对上申惠善那种狼一般的锐利，这种狼兔组合的互动，老头 Z 我是真的可以看100集。想象一下，你正跟同公司的另一半在楼梯间偷偷接吻，结果转头一看，申惠善正拿着笔电冷冷地对你说，录影存证，明天去稽核部报到。这画面光想就毛骨悚然，对吧？这就是这部剧成功的地方，他把那种随时会被拆穿的恐惧感转化成了观众观影时的肾上腺素。你以为你在看爱情片，其实你在看惊悚片啊。但你以为这只是个抓奸喜剧吗？老头子要告诉你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在海雾集团那些看似琐碎的恋爱背后，其实隐藏着一场牵扯到数千亿韩元甚至人命的洗钱阴谋。抓奸只是幌子，真正的稽核才正要开始。这种从日常琐事突然拔高到权力斗争的转折，真的会让你惊掉下巴。而金财玉演的副会长似乎就是这场阴谋的核心，他那种优雅下的残酷，还有跟朱仁雅之间那种亦敌亦友的微妙平衡，让这场权力游戏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猎人，谁又是被盯上的猎物？第2章解析到这儿，相信你已经被这部剧的深度给惊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老头 Z 最爱的环节，毒舌点评这部剧的槽点。好了，吹了这么多，老头 Z 的毒舌模式要开启了。
首先，这部剧在宣传期拼命打着29禁成人恋爱的旗号，但我看完前2集，真的想问尺度在哪里？除了几个点到为止的接吻，还有那个听起来很耸动的台词，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标准的职场喜剧啊！制作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销策略，对于期待看到像夫妇的世界那种尺度的观众来说，可能会觉得有点被耍了。再来就是那个稽核部管私生活的设定。老实说，我在看第2集15分20秒的时候，真的差点翻白眼。公司稽核部竟然能直接查封员工的手机通讯软体，这在现实世界里不但侵犯隐私，而且绝对会被员工告到倒闭。虽然说是戏剧效果，但这种过度扩张稽核权力的桥段，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出戏。觉得编剧是不是对稽核这2个字有什么天大的误解？还有配角群的刻画，目前看来有点稍微平板。除了3位主演之外，其他的监察组员或者是被抓到的员工，大多是为了剧情推进而存在的工具人，性格标签化非常严重。像是那个爱讲八卦的同事，或者是唯唯诺诺的新人，这些角色在韩剧里已经看过几百次了。如果接下来几集不能给这些配角一点灵魂，这部剧很快就会变成主演3人的独角戏，看久了会疲劳的。关于节奏问题，老头子也有点担心。现在韩剧流行首2集核弹开局，但之后就开始疯狂注水、回忆杀。这部剧前2集的节奏快到像是按了1.5倍速，我真的很怕它接下来会因为要撑完12集，开始硬塞一些不必要的粉红泡泡，或者是重复的抓奸情节。希望编剧能保持住目前的张力，别让这部好不容易热起来的剧变成虎头蛇尾的遗憾。老头 Z 在这还是要强调，我之所以喷，是因为我对这部剧有期待。目前为止，申惠善的演技完全救活了那些可能有点尬的台词，但一部好剧不能只靠一个演员撑场。那些为了成人像而硬加的挑逗台词，有时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中二病发作。希望接下来的剧集能多专注在权力斗争的深度，而不是只会拿尺度来当噱头。毕竟大家想看的是高品质的职场博弈，而不只是办公室里的摸摸抱抱。总结一下第3章，这部剧目前的缺点在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尺度，以及部分脱离现实的权力设定。但看在演员表现亮眼的份上，老头 Z 我还是愿意给他一个观察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1章，来看看这部剧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还有看完之后你有什么该思考的问题。最后，这部剧到底推荐给谁看？如果你是喜欢看申惠善疯狂飙戏，或者是喜欢轻松职场喜剧的人，那这部《蜜恋稽核》中绝对是你的菜。它那种荒谬又带点悬疑的氛围，真的很适合周末晚上放松心情。但如果你是追求极致写实，或者是想看真正的29禁大尺度情节的人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这部剧稍微有点隔靴搔痒。老头 Z 目前给这部剧的评分是7.5分，演员的演技值5分，题材的新鲜度值2.5分，剩下的2.5分就要看他接下来的权力斗争能不能写得精彩了。虽然有些小槽点，但他成功的把一个枯燥的稽核题材包装成了充满张力的职场博弈。在2026年的开春韩剧里，他确实是一匹黑马，值得大家继续追下去。今天的观测就到这里，老头自己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你所在的公司也成立了这种恋爱稽核组，你会觉得是保护员工风气，还是侵犯隐私呢？你会支持这种制度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来场职场大辩论。别忘了订阅老头 Z 影视观测站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